他脑海里立刻想起了那个片段里的声音，霎时间整张脸就红了一半。要他在事前伪装成一个妖艳贱货，他还勉强能行，可在床上时的呻吟声也要表现出来的话，羞耻度就真的可以爆表了。可是我不行的。他拧着眉头，愁眉苦脸道。这种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做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情态，若是在蓝忘机面前表现出来，一定会让自己无地自容的。别太紧张，没事的。可是我怕你会笑话我。不会的，魏婴。他低沉磁性的嗓音在耳边响起的时候，魏无羡觉得自己一定是被蛊惑了，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说出那句好。蓝忘机将手从他腰间往上移了几分，轻声问道：我可以碰这里吗？不知为何，魏无羡突然有些害怕，不是害怕蓝忘机会趁机对他做什么，毕竟人家如君子端方，十分尊重人，又不喜欢自己，自然不可能做出什么占便宜的行为。他只是害怕自己会在心悦之人的触碰下，情不自禁地现出原形。他轻轻闭上眼，失去视觉之后，身体的触觉便更为灵敏。他能感受到那人柔软的唇在他脸颊上扫过，一路吻到了他的喉结，同时那双灵巧白皙的手也在他身上缓缓爱抚着，举止之间皆是小心翼翼。魏无羡努力平衡着自己的呼吸，手指不安地陷入那人的发间，直到那片唇移到他的胸前，不知有意无意地擦过那一小块敏感的地方。虽然隔着一片单薄的衣料，那触感所带来的战栗依旧席卷了全身，他的喉间也不由自主溢出一声低吟。我，蓝湛。魏无羡急忙捂住嘴，在心上人面前如此丢脸，他羞愤的只想直接滚到床底下去藏起来。蓝忘机抬起头，看到的恰好是他将哭不哭的模样，以为自己哪里触犯到了他，一下子慌道：魏婴，蓝湛，我们停下吧，我真的好。蓝忘机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背，从他身上离开。那我送你回隔壁休息，时间不早了。我就想在这儿睡。蓝忘机本是背对着他，因他这不知真假的一句话而不知所措。之前我生病的时候，都是你给我暖被窝的，现在让我也给你暖一次呗。身后的人说着说着，竟还笑了一声，似乎是把前1分钟的窘迫都忘光了一般。蓝忘机对他的口不择言再次感到无奈，最后还是依着他道：好吧，那我去洗澡了。我也要洗。蓝忘机突然回头的疑惑目光让他心虚，魏无羡生怕自己想一饱眼福的心思被看穿，急忙掩饰道：我是说我也没洗呢，你先，魏婴。还有事吗？抱歉，方才是我太过了，明天不会这样了。说完这句话，蓝忘机便出了房间。魏无羡从床上坐起来，总觉得那人是误会自己什么了。其实他并不是不喜欢蓝湛那样对他，只是还不能接受那样的自己。不过回想起来，试戏是自己提出来的，继续也是自己要求的，最后又是自己让他误会。他突然觉得自己真是一个糟糕透了的人。无羡、忘机，你们都辛苦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导演也是松了一口气，看着两人的状态不太好，也没想着再留人说什么。两人都应了声。蓝忘机起身时，还不忘拿过一旁的薄毯给另一人搭上。谢谢你了，蓝湛，我现在还真有点冷了。去换衣服吧。你不和我一起吗？魏无羡披着毯子站稳后，疑惑道：今天你应该也没工作了吧？不如一起回去。你先去换衣，我随后就来。哦，那好。魏无羡在和一路遇到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之后，才推开化妆间的门。他拿起先前就放好的衣物，径直去网格间。拿下身上的遮挡物后，他低头在薄毯间嗅了嗅，一阵淡雅的檀香气就直入心扉。这个味道让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蓝湛，他的身上就总是带着这种味道，特别是两人亲吻的时候，那味道便会被感知得尤为明显。先前的他还只是觉得那人身上很好闻，现在却是一不小心想起来就会心跳加速。蓝湛亲人的时候总是那么霸道，不知道他亲别人是不是也是这般。不过想想也是，他俩已经没有机会再正大光明的亲吻了，等杀青过后也是该各走各路了。他坐在化妆镜前独自烦闷着，就连有人推门而入都未察觉。
直到来人走到他身边，唤他的名字，这才如梦初醒般猛地抬起头。蓝湛，你来了。他不自觉地往下扫了一眼，发现蓝忘机的衣领还敞着，吞吞吐吐道：“你先去隔间换衣服吧。”我已经好了。方才在拍戏期间，他的视线大多时候都是飘在天花板上的，也是现在才敢正眼看一下面前人。虽说被衬衫掩盖了大半身体，但遮挡之外线条分明的躯体仍是有些让人移不开眼。本来一直在心里告诫自己非礼勿视的魏无羡，在其视线不由自主移到小腹处时，还是被发觉了。蓝忘机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才发现那人一直盯着的是自己的腹肌。从片场过来的时候太着急，还没来得及系衬衫扣子，他也只来得及在进门时将披在身上的毛巾随手搭在门把上而已。见眼前人丝毫没有回神的迹象，他开口问道：“魏婴，怎么了？”“啊，没事，没事。”自觉失礼的魏无羡尴尬的一开眼，没话找话道：“就是才发现你身材很好。”蓝忘机轻笑一声，在他旁边坐下：“你不是都看过？我那不是没仔细看吗？光顾着紧张了。不过我真的很好奇，蓝湛，你的腹肌是怎么练出来的呀？”这倒问得他有些疑惑。“你也有？”他之所以确定，是因为他不仅仔仔细细看过，且就在刚刚还亲吻过。可是我觉得你的形状更好呀，我的都不怎么明显。魏无羡低下头，捏了捏自己的小肚子，要不是害怕尴尬，他早就掀开衣服下摆和那人的对比一番，以证明自己说的是正确的了。蓝忘机看他垂头丧气的模样，忍不住伸出手，在他发顶轻抚了几下。魏无羡偏过头，接着问道：“那你平常健身都做什么呀？会去健身房吗？”“倒立。”“倒立？”魏无羡惊呆，他预想的还只是用普通健身器材什么的，这个新奇的回答完全勾起了他的好奇心。“你一次倒立多久？在家里吗？一个人？”蓝忘机轻轻摇头，有时会和兄长一起，时间不确定，一般是5小时以上。“哇！”魏无羡惊讶地揪住他的衣袖，毫不吝啬地夸道：“这么厉害吗？如果有机会，我还真想看看呢。反正我是不可能坚持这么久，我小时候这样玩过，但是啊，最多半个小时吧，手就很酸了。”看着眼前人兴致勃勃喋喋不休的样子，他嘴角含着笑意，点头道：“是什么意思？你想看的话就可以。”这个答案让魏无羡安心了许多，至少他目前提出的要求，这个人都会如数应下。方才一个人胡思乱想带来的烦躁情绪也淡化了不少。不过现在倒是又有另一件事让他十分在意。“蓝湛，你还是快把衣服扣上吧。方才你不是说要看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魏无羡只觉得自己的脸快没地方了，以后还得更注意一下眼神管理才行。他把人从椅子上拉起来，手忙脚乱地给他系纽扣。